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小青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织女强褂织毛衣款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织社”进入查看。强褂分为绣绷、绣绷装饰、主体以及主体装饰。开始先制作绣绷，完成后制作主体，接着安装到绣绷的对应位置，然后制作并安装主体装饰，最后制作绣绷装饰。先来制作绣绷，开始先将绣绷上面的螺丝扭开，将其形成这样的两个环。这个是内环，有螺丝的是外环。先拿起内环和绣布，将绣布压在内环的上方，然后再拿起外环。这里可以先将上方的螺丝先穿进去，扭一扭，稍固定一下，然后压在内环上。这里如果实在不好压，可以先将外环上的螺丝拧开，之后再压上去。完成后，往下将上方的螺丝拧紧。边拧边压住外环，使绣布保持平整，并呈现绷直的状态。最后再沿着边缘将多余的布料剪掉。这样绣绷就制作好了。接下来制作主体，由脸、五官、手和身体组成，依次制作并安装。这里脸采用环形起针、逆时针环状向外绕圈钩织，图解是表格形式，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，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，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。总针数这一列，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。用到的针法有 X 短针、V 短针加针、锁针和拧拔针。请看我演示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这里我随意使用一种颜色做演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环形起针，完成后开始钩第一圈，221是7x，x 前面的数字是几，
就勾几个短针，这里表示在起针的线圈里面勾7个短针，先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。这个起立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，实际在绕圈钩织时，每一圈的开始都要勾起立针，起立针不算一针，然后勾7针短针。完成后，表格中对应的针法就勾完了。往下收一下起针的线圈，一共有2个线圈，先轻轻拉动起针的线头，有一个线圈活动，拉紧会活动的线圈，再拉紧起针的线头，线圈就收好了。接着在这一圈第一个短针针目上勾紧拔针结束，也就是此时左侧横向的大辫子，竖向的小辫子是起立针，跳过，挑横向辫子入针，同时也可以从后往前数针数，还是这个辫子，对应钩织。拧拔针不算一针，需要拉紧。拧拔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，实际在绕圈钩织时，结尾都要勾紧拔针并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接着勾第2圈，222是7V，V 前面的数字是几，就连续勾几个短针加针，这里表示连续勾7个短针加针。立一个锁针起立。我再强调一次，每一圈的开始都要勾起立针，后面我就不重复说明了。在上一圈第1针针目中勾1针短针加针，在此处勾2针短针。勾的过程中，把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，边勾边收进去。短针加针完成，继续在左侧针目勾短针加针，不要忘记收线头。这一圈一共要勾7个短针加针，继续勾完剩余部分。完成后，大家核对一下针数，每一圈的总针数在对应的表格中都有标明，往后我就不再说明了。接着在第1针上拧拔，一定要注意，每一圈结束后都要与第1针拧拔。完成后拉紧，
其中多出来的线头直接剪断。第2圈就完成了。继续勾第3圈 ，R34 括号 xv 乘7，这里的括号表示为一组，乘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。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先钩一个短针，往下钩一个短针加针。括号 xv 就钩好了，我再演示一次，先钩一针短针，再钩一个短针加针，这是第2次，这一圈要重复钩7次，括号 xv， 剩下的5次全部按照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的方法来钩。最后与第1针拧拔，拉紧，第3圈就完成了。下面钩第4圈，立起立针，先钩一针短针，往下钩一个短针加针，再钩一个短针，括号 xvx 就钩好了。我再演示一次，先钩一针短针，再钩一针短针加针，继续钩一针短针。这是第2次，按照前面的方法往下钩。全部钩完后拧拔，拉紧，第4圈就完成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在织物纹理比较清晰的这一面，有这样一圈一圈凸起的纹理，这里数圈数时就数这样凸起的纹理，一个凸起的纹理表示1圈。现在一共钩了4圈，往下的第5到6圈方法与之前相似，第7圈直接按照针法顺序进行钩织即可。第8圈为不加不减钩织，也就是1针对应1针钩织。针法及方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大家参考图纸，将剩余几圈钩完。完成后大家要比对一下尺寸，这里我用一个钩好的样片演示一下。需要测量织片的直径，与图纸标注的尺寸对照，如果相差较大，建议调整手松紧或更换钩针型号重新钩织。最后需要预留长线头，后面用于缝合，这里留出织片周长2到3倍的线。可以稍留长一点。将线拉出，此时脸的钩织就讲解完了，将其先放置一旁。下面制作五官，有眼睛、
鼻子、嘴巴、眉毛、耳朵和腮红组成。除了耳朵与腮红需要进行钩织，其余部分都是用线绣制而成。先进行绣制部分，首先绣鼻子，使用对应颜色的线取一段长线头，然后穿入缝针。接着拿起脸部，将其反面朝上，也就是纹理相对模糊的这一面，将有拧拔痕迹的一侧放于上方，有夹针向外略微突出的位置放于两侧，然后找到第一圈正下方的一个洞眼，然后在左右的2个洞眼入针，缝3次线。开始预留一点线头，收尾线头在背面打死结。线头较长时，将其剪短放于背面。这样鼻子就绣制好了。接下来绣制眼睛，拿起对应的线，取一段长线头后穿入缝针，找到脸部的第4圈，在反面数圈数时就数这种凸起的小横线，然后找到与鼻子大致平行的两端，在3个洞眼之间缝3到4次。一个眼睛就绣好了，在对称的另一侧按照同样的方法绣制另一个眼睛即可。最后将线与起始线头打死结，线头剪短放于背面。这样眼睛就绣制好了。往下使用眼睛同色线，在第6圈眼睛斜上方的位置，找3个洞眼缝1到2次线。
这里两个眉毛之间差不多间隔7针。最后线头在背面打结即可，这样眉毛就绣制好了。接着绣制嘴巴，使用眼睛同色的线，取一小段线头，然后从中抽取一股，穿入缝针，然后在鼻子下方脸部第3圈的位置，在相对居中间隔2个短针左右的距离入针，缝一条线。再用胶水粘贴形成微笑的弧度。最后线头在背面打结，然后剪短放于背面即可。这样嘴巴就绣制好了。往下钩织腮红，方法与脸部第1圈完全相同。最后引拔针钩完不需要拉紧，这样边缘较为圆润。然后断线，先钩一针锁针固定，预留一点线头，剪断即可。拉紧，剩余的线头藏到织物里面，这里可以使用缝针来藏。大家可以多藏几针。另一个线头按照同样的方法藏到织物里面即可。这里腮红一共有2个，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另一个也制作完成。最后将腮红反面朝外，使用胶水粘贴到眼睛斜下方一点的位置。大家将其完成。接下来钩织耳朵，分左耳和右耳，先钩织左耳，首先环形起针，然后钩3针锁针，接着钩3针中长针和3针短针，完成后收线圈。不需要引拔，最后预留长线头断线。
这样左耳就钩织好了。右耳方法一样，只是针法顺序和针数稍有不同，大家直接对照图纸钩织即可。完成后同样预留长线头断线。耳朵钩织完成后，安装到脸部位置，将其放于腮红的两端，脸部最后一圈的位置。这里左耳放于脸部左侧，右耳放于右侧，同时也就是耳朵较为突出的一侧朝上。然后使用耳朵预留的长线头，挑边缘缝几针。完成后将线穿到背面，另一个线头勾到背面，两个线头打死结，然后剪短放于背面即可。这样一侧耳朵就安装好了，另一个耳朵对称安装就可以。大家将其完成。下面钩织手和身体，先完成手，身体钩织过程中需要连接手。这里手采用螺旋钩织的方法，先环形起针，然后钩6针短针，完成后收线圈，不需要紧拔。往下挑第一针的针目，入针，开始钩织短针，可以边钩边缠线。钩完6针后，不需要紧拔，继续钩织。这里钩的过程中，织物的反面朝外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螺旋钩织到对应的圈数。这里数圈数时，就数这种小横线，并且从第一圈结尾、第二圈开始的位置往上数即可。
继续往下钩织。往下钩完对应圈数后，预留一点线头断线即可。这里手一共2个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此时手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完成后先放置一旁。下面钩织身体，采用锁针起针，然后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短针、剪针，请看我演示。先锁针起针，这里起13针，后面表格是倒2，表示从倒数第2针开始钩，找到倒数第2针，也就是此时右往左数的第2个锁针。注意钩针上的线圈不包含在内。调锁针上方的一根线，入针，钩一针短针。后面继续分别调锁针上方的一根线，一对应钩10针短针。完成后，到了最后一个锁针位置，对应钩一针短针加针。后面翻转，往下调锁针剩余的半边，这一侧针法的入针位置，一对应钩11针短针。注意这里从短针加针左侧的一针开始，入针钩织，边钩边藏起针的线头。完成后与第一针拧拔，拉紧。第一圈完成，继续钩第2圈。先立针锁针起立，往下挑针目，一对应钩短针。最后与第一针拧拔，拉紧。第2圈完成，这里织物的反面朝外，起针多余的线头剪掉。往后的第3到8圈都是不加不减钩短针，每圈开始注意钩起立针，结尾要钩拧拔针并拉紧。大家将这几圈钩完。完成后钩织第9圈，先立针锁针起立，然后钩织短针剪针，这里挑起始2针的位置入针钩织，穿入，绕线钩出。这时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这个是短针的未完成针，
相邻继续钩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，穿入，绕线钩出。此时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完成短针减针。相邻挑针目一对应钩8针短针。完成后，往下钩织2针短针减针，1针，2针，后面继续一对应钩8针短针，最后还剩2个针目，对应钩短针减针。然后在开始的减针针目上引拔，拉紧，第9圈完成。往下钩第10圈，这一圈需要连接手，并且还需要调整第1针的位置。这里将之前的线预留一点线头剪断。然后重新拿起线，为了方便区分，我用其他颜色演示，实际仍然使用同色线。在起始短针右侧的1针位置接线，穿入，将线打一个活结，钩出。然后立1针锁针起立，往下拿起手，这里挑接线位置的1针与手的1针钩织短针减针。注意，这里手有豁口的这一侧朝下。先在身体上钩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，拿起手，挑对应的位置，钩1针短针的未完成针，继续完成短针减针，往下继续调手的位置，钩织2个短针减针，完成后再调手剩余的1针与身体相邻的1针位置，钩织短针减针。这样就连完了1个手。往下不加不减钩8针短针，
完成后，按照同样的方法连接另一个手，先挑身体和手钩织一针短针减针。再挑手钩织2针短针减针。后面挑手与身体钩织一针短针减针。剩余继续一一对应，钩短针。最后在第一针上拧拔，拉紧。第10圈完成。这里将之前换线的线头以及手的线头分别勾到织物里面即可。下面需要塞入定型条，拿起定型条，将一端往里弯折一小部分，放入一个手里。然后在身体居中的位置向上留出3到4厘米的长度，弯折。再比对另一个手的长度，稍留长一点，剪断。多余部分往里弯折。然后塞入另一个手里。这样定型条就安装好了。往下钩织第11圈。先立针锁针起立，然后钩织一针短针，
往下钩织短针减针，后面交替钩织1针短针和1针短针减针。最后在第1针上拧拔，拉紧。第11圈完成，剩余圈大家继续参考图纸钩织即可。注意部分圈需要换色，方法与第10圈相同，先断线再接线即可。最后钩完要断线并缠线。此时身体部分就讲解完了。完成了钩织，下面进行安装。这里我用这个小样做演示。先将身体放于脸部的下方，然后使用胶水将脖子2个相靠的位置粘贴一下。完成后，再将其整体放于袖绷上。这里将袖绷的开口处放于正上方，然后身体边缘与袖绷的边缘对应。这里具体的位置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往下需要将脸部缝到袖绷上，脸部需要塞入一点废线进行填充，这里线不要太多，织物略微鼓起来一点即可。注意脸部保持平整，不要变形。位置合适后，使用预留的线往下调脸部边缘的最后1圈，与袖绷对应缝合。这里挑最后1圈的针目入针。
缝的过程中边缝边注意看一下，位置不要歪了。遇到耳朵位置时，调脸部边缘的位置入针，不要调到耳朵上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缝合。缝的过程中遇到脖子的位置，将线带到旁边，继续缝合另一侧即可。缝完一圈，将线藏到背面，挑相邻的线头打几个结，再将线藏到织物里面。大家可以多藏几针。这样脸就安装好了，这里身体及其余位置暂不固定。此时主体的制作就要讲解完了。下面制作主体装饰由身体装饰、头发、饰品和织片部分组成。先制作身体装饰，由披肩和项链组成。先制作项链，使用脸的钩织线材，取一段长线头，抽取一股后穿入细针，注意针要能穿过珍珠。接着将线尾对齐，打几个结，然后从身体一侧，从袖绷后方穿出。
依次穿入12颗珍珠。完成后，在身体的左侧穿回袖绷的后方。线头在背面打几个结。收尾线头可以再打个结固定一下。项链中间可以用胶水与身体固定一下，大家自行完成。这样项链就制作好了。接着制作披肩，先拿起布料，将其像这样进行摆放，然后拿起一个尺子，披肩的左右对齐，在约7厘米高度的位置。裁剪布料，这里剪成一个三角形。边缘修剪成三角形。披肩就制作好了，然后披到身体的上面。前方交叉，往下在披肩前方交叉的中心位置，使用胶水粘贴一颗半珠。这样披肩就制作好了。往下制作头发，开始先裁剪纸样，然后放于脸的上方，接着用水削笔沿着边缘画出弧度。如果中途有画错，可以用湿纸巾擦拭掉，重新画。这里我已经画好了。往下开始制作头发，先拿起头发对应的线，穿入缝针，
然后找到左侧耳朵，在上方有凹陷的位置，到耳朵之间，在相对中间靠上倾斜的位置，绣出6个线圈。可以用笔先画一条线，作为参照。这里线拉长一些，然后沿着耳朵后方，再沿着画线痕迹对折线圈。这里后面需要在这2端进行固定，因此线圈长度要能满足这个弧度。后面可以比照第1个线圈，大致绣出5个线圈。连接线团的线头预留一点长线头剪断。往下，将线圈沿着之前比对的位置进行摆放，然后在上下2个点的位置分别固定一下。中途注意整理一下线圈。
往下，沿着之前线圈穿出的位置，在这个倾斜的方向，均匀绣出线圈，直到凹陷的位置处。这里线圈要盖过之前绣出的线圈位置。不要拉得太紧，头发蓬松一些。在这中间再绣出3根略微蓬松的头发。最后将线头与起始的线头打结，另一侧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在这个范围内倾斜绣出6个线圈，然后沿着造型固定2个点，之后在上方凸起的这个范围内倾斜绣线，并遮住之前绣线的位置。同样将这个区域绣满即可，绣线不要太紧。大家将其完成。最后在右侧倾斜头发的旁边位置绣出6个线圈，长度要能达到左侧倾斜头发的旁边位置。
然后在左侧倾斜头发的上方固定一下。往下，将前方的2到3根拉松一些，后面制作大波浪造型。剩余的头发使用胶水与绣绷进行粘贴。制作好造型后，将剩余的线头剪短，打死结。露出来的画线痕迹用湿纸巾擦拭掉即可。这样头发就制作好了。下面制作饰品，先制作眼镜，拿起细铁丝，使用圆柱形工具在上面弯出2个圈，调整一下圈的位置，这里比照眼睛的位置，制作出眼镜造型。然后剪断多余的细铁丝，将眼镜的2端插入头发里，然后使用胶水在眼镜2端贴合脸的位置粘贴牢固即可。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眼镜的制作就讲解完了。接下来在耳朵下方粘贴半珠形成耳环。这样饰品部分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制作织片部分，先用半针编织织片
然后进行安装。这里采用边织下针边起针的方法进行起针。先将线打一个活结，套到一根半针上，稍拉紧。然后右手用握笔的姿势拿起另外一根半针，将右手挂好线。这就是半针的基本姿势。接着边织下针边起12针，这里打结的线圈是第一针，继续起11针即可。1针、2针、3针、4针、起完后核对一下针数，半针上有12个线圈。接着织第一行，这一行在正面编织，图解从右往左观看，一对应编织下针。织完最后一个线圈，第一行完成，将起针的线头抽紧。继续织第二行，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图解从左往右观看，并且反面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。先翻转，图解开始是划针符号，先织一针划针，往后图解是下针符号，相反针法编织上针，往下一对应织上针。织完最后一针，第二行完成，继续织第三行，翻面。这一行在正面编织，直接编织图解的针法即可。先织一针划针，然后一对应织下针。织完最后一针，第三行完成，往后按照前两行的方法继续编织，将对应行数织完。这里数行数时，就数这样辫子形状的纹理，从最下方的一个辫子开始数，有几个辫子就织了几行。这里起针纹理和半针上的线圈不要数进去，完成后线圈暂时放在半针上，起针的线头藏到背面即可。往下制作半针，使用一根牙签，在一端粘贴珠子，牙签尖的部分剪掉。同样的方法，
再制作一根半针。这样棒针就制作好了。往下将长棒针上的线圈平分到这2根棒针上。再将棒针粘贴到手的位置，摆好造型后，进行粘贴即可。最后将剩余的线绕成小线团，然后粘贴到绣绷上就可以。这样织片部分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制作绣绷装饰，先钩织并安装五角星。先拿起对应的线进行环形起针，然后钩一针锁针，接着调起针位置钩织中长针。完成后钩织锁针一针的狗牙拉针，往后简称狗牙，先钩一针锁针，然后挑下方中长针针目靠前的1根线，以及左侧的2根线，钩一针引拔针。这里引拔针不需要拉紧，完成后继续钩一针锁针，然后调起针位置钩一针引拔针。同样，引拔针不需要拉紧。这里图解用椭圆形的点表示，我将钩好的部分看作1个角，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4个角。完成后收一下起针的线圈。最后断线。首尾线头在背面打个结收固定。剩余的线头剪掉即可。这样一个五角星就钩织好了。往下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对应数量的五角星钩织完成。最后随意粘贴到绣绷上，注意正面朝外。接着再随意粘贴几颗彩珠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最后在脸部、腮红旁边、耳朵里面、脖子的位置涂抹上腮红即可。此时绣绷装饰就讲解完了，到这里整个墙挂的制作就全部讲解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
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